大家快闪开！车队来了！啊，快闪开！快！ 团长，我团各营已经按照作战部署进入了伏击位置。772团和769团的部队也已经按照部署进入了各自的作战位置。好，通知各部队，必须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进行，在没有下达总攻击命令之前，不得暴露自己的行踪。这场战役取胜的关键，就是要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。特务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特务连已经到达陆河村。 正在做战前准备。提醒王连长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离城的敌人，破坏赵店大桥，切断敌人的交通，确保主力部队歼击敌人。尤其是要约束好那个一排长李牧之，不能让他擅自行动，不能让敌人察觉到我们的战略意图。是。快，跟上，跟上，快！ 报告组，跟我走。排长，你说让咱们负责炸桥和监视敌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大材小用了？什么大材小用？上面布置的任务，我们尽管执行就行了。赶紧抓紧时间把炸弹给布置了。是，报告组，准备行动，走。 隐蔽！抓紧时间布置，快！
引爆装置都调试好了吗？放心好了，我准备了2套引爆装置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对了，排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引爆？等到3营的同志从大桥安全撤离之后再引爆。明白。这个位置很关键，要多增加。离城指挥部汇报情况。射击指令。通知团部，路程增援的敌人已出发。是。我是。明白。我们团一定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。路程增援的敌人已经出发，命令3营，一定要等牛头岭战役打响之后再撤出战斗。是。通知其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给我接3营。瞧瞧，他们打得多热闹！沈飞，听见打枪，心里不着急啊？有情况。是陆城日军的先头部队。按照时间推断，先头部队应该没这么快到啊。排长，咱们要不要阻击他们？就知道打。伏击还没开始，不能擅自行动。是。奇怪，看兵力也就是鬼子的一个小队，怎么会配备这么多军官？报告长官，前方有路障，加快速度，返回东阳关镇据点。嗨。哎，排长，按理说他们听到前方有战事，他们应该去支援的，为什么掉头走了？对呀，排长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埋伏在这里啊？别猜了，这支部队很可能是我们之前寻找的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军部队。这次发现他们了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可是上级的命令，我知道。安生，你带领2班、3班的战士，继续在这执行园丁任务。明浩，到，你去把1班的同志叫过来。是，明白。你有什么计划？离这最近的据点是东阳关镇据点。你的意思是，在战斗开始前，他们就从这儿出发了？没错，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快得到消息。我们可以抄近道，在子镇村这儿截住他们。这地势对我们有优势，容易设伏。我明白了。牛头岭进行大伏击，我们在子镇村弄个小的。没错。队伍集合完毕了，出发。是。
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排长呢？排长他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支支吾吾的？人呢？是，排长让我留在这执行原定任务，他带着一班队伍去追日本小分队去了。这个李牧之，他又擅离职守。这场仗打完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走，走。我们最多只有5分钟的时间进行准备。老规矩，我打当头，我记敌尾。好。排长，怎么布置？让同志们在两侧设伏。啊！枪声响起后，第一时间向敌人的车辆投掷手榴弹。是。务必在第1轮时间里，尽量多消灭敌人。还有，告诉大伙儿，敌军很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。如果他们使用的话，看我的手势，撤往上风方向。是。来，叶排长，跟我走。给我打，消灭他们！童学兵，童学兵，童学兵，马上通知师团部，请求紧急支援，快！侦察员报告，东阳关镇据守的日伪军也全员出动了。
这个据点的日伪军加起来也就100来人，他们赶往牛头岭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他们不是赶往牛头岭，是往黎城方向。黎城，攻击黎城的部队不是已经撤出战斗了吗？他们怎么还往黎城进发？黎城的守敌突然集中力量攻打我阻击部队，意图架桥渡河，很有些亡命的架势啊。我看，这一地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才会使日军如此亡命的行动。有一个情况，本来是想战役结束之后再向您汇报的。什么情况？特务连王连长汇报说，一排排长李牧之擅自分兵，让一个班长代替职责，他自己则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去追击一个可疑的日军车队。我在想，日军的这些行为会不会与这件事有联系？命令，预备队1连，阻击东阳关镇的日军。是。3营，抽调1个连队协助特务连，守住防线。是。另外，抽调1个连队前往紫镇村，增援李牧之。是。紫镇村，错不了。如果李牧之想要伏击一支小型的日本车队，这里是最理想的伏击地点。执行命令吧。是。1、2，别发射秘密武器！来，快去！现在可以。是毒气弹，快注意隐蔽！小心敌人的毒气弹！是，同志们，撤！
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不要过来！放开！明浩，告诉他，只要老老实实投降，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。是。投降すれば、虐待はしないぞ。不倒！该死的日本人！真是毛孔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，怎么样？死不悔改的法西斯！你们看，小鬼子这毒气弹真厉害，如果不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的话，他们就都跑了。虽然歼灭了敌人，但是我们很多战士受到了毒气的伤害。是啊，不过万一让他们跑了，会对我们部队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明浩，走，你让一班的战士把这些纸片都收集起来。排长，你要这些纸片干什么呀？这个日本军官舍命都要保护这个文件夹，里面肯定藏有很重要的内容。快！是。把残片倒上。进来。大佐，108师团发来急电。208师团，是不是关于山崎实验分队的消息？山崎少佐及一体官兵全部玉碎。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八路军在牛头岭一带对我军伏击。山崎少佐带领实验分队进入了敌人的攻击范围。援兵的，我已经跟108师团长说好了，只要山崎分队遇到什么问题，他们会全力进行救援的。所有的救兵都遭受到了伏击，当他们赶到时，一切为时已晚。那你说？武器还有文件的损失情况怎么样？所有的物资都被八路军一扫而空。山崎少佐临终前引爆了手雷，炸毁了文件。那还可以。那样的话，敌人只知道有这样的一支部队存在，并不会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。不过什么？在现场并没有找到文件的碎片，敌人会不会？给我接关东军司令部，我要找织田将军。我是田中新一大佐。将军阁下，属下田中新一，我想向您申请实施第2套方案。所有恢复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吗？报告处长，全部在这里了。另外，我们将翻译好的文字都抄录了下来。文件损毁得很严重，我们尽力修复了，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缺失，无法完全破解。封印，这也是文件上残存的文字，我们分析应该是代号或者特指什么型号的武器之类。这样吧，把所有的情报都上报前总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。是。看来组织上
已经调查了我的过去。组织上把你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当然需要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。你以为你还能真瞒得住我们呢？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，你是因为你有一个在伪政府工作供职的哥哥李子航，所以呢，你怕大家都误解你，对吧？有这样一个汉奸哥哥，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不过我要向二位首长澄清，我和他早就已经划清了界限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除了这件事情，我并没有对组织有任何隐瞒，对他，对国家，我是绝对忠诚的。这个我们都相信，从你在战场上的表现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团长，二连长的眼睛，这次日军使用的毒气毒害性很大，二连长还有几个中毒严重的战士，眼睛都已经失明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尚处长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你说排长不会有事儿吧？啊？不是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事儿啊？你伏击的这支携带化学武器的日本队伍，经查明，是日军516部队派遣的一支实验小分队。而截获的那些文件，经师部的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分析整合，确定目前日军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化学武器研制的重要计划，名叫“风影计划”。经过情报核实，这个风影计划的总部就设在上海。停！郝瑞，入列。马兰，张大力，出列。是。队长，我要求换个对手。什么理由？我不打女人，队长。马兰，入列。你跟我打。你不也是女人吗？如果你能打赢我的话，我给你3天假期。啊？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罚你扫1个月的厕所，包括女厕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队长。我输了！记住，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敌人，没有男女的分别。如果你轻视你的对手，那么
受伤牺牲的就是你们自己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林教官，有紧急命令。你们自己加练一会儿，走。情报大家都看过了，大家对日军这个风影计划有什么见解呀？初座，我们也一直在搜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报。他们的总部设立在东北地区，虽然在之前的一些战役中，他们使用过化学武器，但是顾及国际舆论，目前已经都停止了。但是这份情报却显示，日军要在武汉会战的时候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武器，而且总部就设在上海。我对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表示怀疑。如果风影计划的总部设在上海，为什么我们上海站的人员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呢？我倒不这么认为。说。我们都知道，日军一直在进行生化武器方面的研究，但是研究到哪一步，我们没有消息。根据中共的情报，风影计划是一个缜密完备的计划。如果日军想要在攻打武汉方面使用化学武器，上海无疑是最佳的运输和制作地点。况且，日军想要在研发方面有所突破，必然需要新的原料，而这正是上海的优势所在。所以，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探讨情报的准确性，而应该想的是如何粉碎敌人的风影计划。林双，看来你很相信共产党。不要偷换概念，我相信的是共产党的情报，请不要把我的话往政治方面牵扯。风影计划是针对武汉战役制定的。我想，共产党给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共御外敌。好了，情报的准确性毋庸置疑。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能力，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清楚。如果一旦日军的化学武器达到了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程度，会对我们的作战造成很大的威胁。命令上海站全力搜集日军化学武器的研究情报，具体行动由第1行动小组组长唐顺之负责。处座，我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我申请前往上海执行破坏日军风影计划的任务。唐顺之在上海屡立战功，我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。好了，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？处座，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我的请求。我知道，你不满作为一名教官，一心想要到前线杀敌立功。可是唐顺之是上海站站长的嫡系，你又是我的学生，贸然让你去接替他指挥，只会让人认为我们是在抢功劳、占地盘。我只是认为我更适合这项任务。光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政治头脑。不妨让唐顺之他们先行动着，成功了，我们为之鼓掌；失败了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他的职务。我在上海站还没有嫡系人员，你去了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。啊，对了，以后在众人面前谈论共产党的时候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辞。我。好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这儿离团部也不远，我们把你送过去再回去也不迟啊。排长的话就是命令，别说了，服从命令。保重。多保重。
联军怎么了？田中君，如果是化学试剂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防护？联军不必紧张，这些都是未经混合的原料，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。他们佩戴防护器具，只是为了给外人看的。哦，田中君，那你刚才所说的坟墓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封印计划情报泄露之后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都会安排人员前来进行破坏。这些抗日分子无处不在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与其被动等待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。在恰当的时候，我主动抛出诱饵，吸引他们前来。这时，既可以给予他们重创，又可以给他们造成封印计划的中枢被破坏的假象。田中君，你做事过于小心了。接到川岛将军的命令后，特高课已经对上海所有的电台进行了暂停，目前没有发现敌人任何关于封印计划的讯息。依我所见，封印计划的情报是否泄露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我们不能再有轻敌的念头。最近，在牛头岭发生的战斗，我们被装备远逊我们的八路军攻打得损失惨重，我们的3期实验分队全部玉碎。要不是太过轻敌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田中君，你别忘了，这里是上海，完全由我军掌控，我有能力保证你及你所统辖实验室的安全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但是李元军敌暗我明，所以多做些防备是应该的。拜托李元军，命令所辖的人员要严密监测敌人的动向。凡是查到有关于封印计划的任何消息，请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请放心，我一定照办。好，李彦军，这次的敌人一定会从旁边的树林里开始对我们进攻的。看来田中君非常的自信，因为这是我故意给他们留下的缺口，其他位置的进出通道我都已经堵死了，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这么说，敌人的进攻完全掌握在田中君的手里。作为一个指挥官，要有调动敌人的能力，他们的举动必须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，我才能够达成我的目标。会不会是上海站方面的人员取消了行动？在等待，也许他们也在等待时机。大佐，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。
出击！有埋伏，撤！大家全力掩护爆破分队，就地安装爆破装置，冲出去！是。大佐，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了。枪声和爆炸来判断，上海站的火力一开始就被压制住了，怎么可能还有机会放炸弹，在最后的时候引爆呢？说不定是在敌人发现之前，他们已经把炸药安装好了呢。懂得还挺多。根据日军的火力判断，他们应该是已经做了准备，所以上海站的人很有可能遭遇了敌人的陷阱。我们没有在现场。这只是你的猜测，万一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呢？日军肯定要戒严这个地方，我们赶紧撤。抓紧时间，我们只有半个小时。
ドアラ、ガラスだけだ。何も起こっていない。帰ろう。これは何だ？要不然采集完了？采完了。走。马大路组，哎，知道你的名字用日语怎么说吗？当然记得。竹内大诺。啊！我再重复一遍，竹内正雄。马萨后。范生，你一定要记牢了，千万别出破绽。走。竹内马萨后。身分証をください。あ、我々は陸軍病院の医者だ。命令を受けて池田翔さんのところへ。另外那个呢？走吧。大佐阁下，既然您在船运和铁路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安排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其他的部队行动？虽说铁路和船运都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，但是敌人无孔不入，并不能保证我们不走漏消息。何况敌人一直盯着我们，只要我们有所举动，那么他们必然会做出应对。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，我会带着你们从陆路出发，这样才能够保证风影计划的绝对安全。可是，其他人员都在船上，万一出了问题，只要我们还有这些资料在，那么风影计划可以继续进行。山下君大可放心，我们对轮船做了严密的防护措施，
在时间上也进行了调整，这样可以确保轮船万无一失地到达目的地。怎么突然停了？我们得找条近道，赶在他们前面。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？大概还有1个小时到达松甲。好，看来都进行得很顺利。一般都在您的所料当中。如果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在上海，而不是这样狼狈的撤离。翻过这座山坡，我们就能赶在田中新一前面。走。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属下刚刚执勤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是不是谁把未熄灭的烟头扔了进去？一个烟头怎么能引发这么大火势？少佐，属下认为，可能是有人
把未使用完的化学物品丢了进去，所以才会。只有你们的人才拥有这些东西，要好好的约束一下他们。嗨，都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回到各自的位置上警戒。嗨。终于赶在田中信一之前到达。可是，一会儿我们两个要对付整支部队。游击队呢？在赶来的路上。那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拖更长的时间。这次绝对不能让田中信一给跑了。可是以我们2个人的火力，最多只能坚持几分钟。实在不行，我来掩护你撤退。我不需要你掩护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这是命令。我不是你的部下，我不需要服从。走吧。小泽君，你在寻找什么呢？我在考虑，这个地方山地高低起伏，树林茂密，很适合伏击。倒是可以建议川岛将军，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兵站。小泽君，你的意思是，这附近会有敌人？敌人都去追击火车和轮运了，没有人会顾及到我们。等兵吉田正一。はい。二等兵高田忠明。はい。俺は池田少佐の命令を受け、ここでお前に防衛注射、集計を影響しないのため、直接でここへ来た。長官、工場の許可が必要だ。バカ。はい。この船で何人と思うんだ。あ？こんなに時間あんの？まさか中尉の俺、お前らに命令を下せないのは。はい。急げ。どうぞ。
干什么？马上想办法把这道门给我打开！嗨！地方只有2个人，给我向高地冲击！快，冲上去！快，都快点，快！那就跟他们拼了！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能够死在自己心爱的人身边，是一件幸福的事。给我打！援军到了。撤退！撤退！把炸药拿过来，把它给我炸开！嗨，池田，你疯了吗？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你忘记了？继续敲，一定要给我打开！快点，胖子，这个门撑不了太久了。我也想快，这是化学武器，快不了。李浩，加固一下舱门，多争取一点时间。好。快点儿！快！田中信一不见了。这附近是不是有驻军？离这最近的驻军也要5公里，而且他们必须穿过我们才能过去，他们也没有过来啊。坏了！怎么了？这里发生枪战，驻军肯定要过来增援，他们肯定是在后面的公路与日军会合。我们赶快过去拦截他们。走。挨个！快点起来！我们必须马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大佐阁下，我们实在跑不动了。你们不会落入到敌人的手中，必须跟我一起离开。走。
钟就行了。明浩，快过来，帮我把电视机拿出来。好。电视机。完了。怎么了？电视机被子弹打穿了，不能定时了。你不是还带了个起爆器吗？对，有起爆器。这交给我，你们先撤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必须我来。现在是不是只能手动控制了？对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把起爆器的线延长。你闭！箱子里是不是还有引爆器？快找找。哦，对。上官静云同志，把它给我。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打开就可以引爆了？对，你别动，你听我说，真的。上官同志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不是你擅长的，你把它给我行吗？我现在会了，你们马上离开。绝对不行！你把它给我！服从命令，撤！上官同志，这是排长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必须由我们来完成。现在只能有一个人留下来引爆炸弹，我最有这个资格。凭什么你最有资格？因为我是共产党员。让你们撤，赶紧撤，走！对不起，诸位，今天有可能没办法保护你们的周全，但是细看风云计划的安全，你们绝对不会落到敌人的手中。大佐阁下不是说过美军马上就要到了吗？你们的家人收到你们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消息，他们会以你们为荣的。小子军，现在没有负担了，我们可以向援军的方向撤离了。走，大佐阁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难道还不明白为什么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风云计划的安全。如果他们落在敌人的手上，那我们的机会还有我们的秘密都会泄露的。只要这个资料还在我们的手里，风云计划依然可以研究下去的，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，属下明白了。小子军，可我不想死。为了风云计划，我们要赶紧撤退。我真的不想死。快起来，跟我走啊！快走，走，快走！走啊！我跟他们拼了！我跟他们拼啊！田中新一逃跑了，我去追他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们听着，你们要是留下来，只会有更多的牺牲；你们要是走了，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。走！
原来是你呀！哼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看来今天必须有个了断。我们毕竟都是军人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来一场公平的对决？好，我满足你的遗愿。好吗？没事，死不了。你还笑？终于完成任务了，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你终于完成了你的心愿。不，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雨霜，谢谢你。你还活着，
害怕失去我吗？当然了。你要死了，我欺负谁去？希望我们的生活能从此安宁，不再有战争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。林子木同志，李子木同志，你的伤怎么样？胡队长，我没事儿。田中信一已经被我们击毙了，资料已经销毁了。干得好，你们辛苦了。大批的日军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掩护车队，走。快！快！警戒！长官，向司令部汇报，我部已突破敌人的阻击，到达现场。田中信一大佐全体玉碎，但幸而资料保存无恙。嗨！全体玉碎。自田中信一大佐以下，所有随行人员全体玉碎。运输的轮船也发生了爆炸。将军，那份资料如何处理？安排专人送往关东军司令部。田中自恃聪明，没想到最后却玩火自焚。敌人获得了准确的情报，田中信一大佐的一举一动尽在敌人的掌握之中。所有的撤离行动都是他一手安排的，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。如果说情报泄露，那也是他身边的人出了问题。将军所言极是。就这样，向大本营汇报。嗨。